欢迎收看第641期武器大讲堂。火箭炮具有在短时间之内对远距离的目标进行大面积突然大量火力输出的发射装置，在战场上面能歼灭、压制有生力量和敌方的武器装备。自从苏联推出了世界上第一款现代意义上安装在汽车底盘上的 BM-13型卡秋莎火箭炮之后，这类型武器就成为远程覆盖的强有力压制武器。在这其中，深得苏联真传并更上一层楼的新中国，更是将其发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本期武器大讲堂就和大家探索一款具备卫星导航制导、精准饱和打击的远程火箭炮——中国191型远程火箭炮。191型远程火箭炮也叫做 PCH191型远程火箭炮。PCH 是炮、车载、火箭的中文拼音首字母缩写。早期的命名规则是使用炮、火箭、轮式的首字母，所以有时候早期的介绍中会发现使用 PHL191远程火箭炮作为介绍。此门火炮按照配置规格，应该是发展于中国北方工业出口的 A23型远程火箭炮，首次展示是在2019年的国庆阅兵期间正式亮相，更早的是在2015年1月在国内官方社交媒体照片中公开展示过。因为当时并没有具体的名称介绍，所以当时的国际上普遍认为它应该叫做 PHL-160，毕竟跟北方工业出口的 A23型远程火箭炮非常的像。而在近期公开的资料中才确定是 PCH191型远程火箭炮。PCH191型远程火箭炮的整体结构依然还是延续了 PHL-03型火箭炮的方案，由下部的8×8轮式装甲车辆和上部分的旋转式发射架以及2个独立的导弹发射模块战斗机构组成。底盘选择的是基于万三 WS2400 8×8专用轮式越野车辆底盘进行打造。这款底盘产自于湖北三江航天万三特种车辆有限公司，基于前苏联的 MAZ543 8×8底盘发展而来，早期叫做 WS580型，被大量的用于东风11型短程弹道导弹的发射车、03式火箭炮的运载车，可以说是一款非常成熟可靠的导弹和火箭底座。此款底盘前部为4门全封闭、配备空调的驾驶舱和操作舱，都具备防弹装甲板的保护。驾驶室位于车头的左侧，驾驶舱的后部是一个无线电通讯设备和火控系统指挥舱。驾驶舱和火控系统指挥舱内部均安装有3防滤图通风设备。全车的各主要部分的功能都是可以在车内遥控操作的，因此内部只需要3名士兵就可以操作整套系统，并且在车内的车主成员不需要佩戴防毒面具、穿戴防护服就可以进行操纵车辆行军、发射和装填。搭配大量先进的信息化操作系统，可以实现地形定位、轨迹定位、发射高程确认自动完成，因此整个发射系统的智能化和信息化程度极高。其底盘长度为11.44米，宽3.05米，高2.97米，空载底盘重量为19吨，有效载荷为22吨，与白俄罗斯明克斯厂的 MAZ543的性能参数有许多相似之处。引擎采用的是从德国引进的万三兆道一堑柴油发动机，变速箱为3档位液力行星齿轮变速箱，动力系统最大可以输出517匹马力，能让其具有载荷的情况下实现60公里每小时的最大公路速度。车内燃油可以提供650公里的满载续航里程。车辆的最小转弯半径为15米，最大滑坡度为57%，最大涉水深度不低于1.1米。另外，由于制造商公开的资料有限，根据照片和视频来看，底盘悬挂应该是使用的是具有扭转刚性底盘和扭杆独立车辆悬挂系统，轮胎具有可调的中央轮胎充气系统等等。液压传动系统驱动的每侧4个直径为1.5米、宽0.5米的大型轮胎，再配合全轮驱动和中央轮胎压力调整系统，整套系统的越野机动实力非常的出色。作为一款军用导弹发射底座，完全能够满足运输、速起、发射的支持，再加上零下20度到零上55摄氏度的运行区间，可全天候运行，几乎能够满足国内的高原到平原、连区到荒漠的大多数环境下使用。底盘的底座载荷是一个旋转式的发射架，发射架和导弹发射单元使用的是模块化的设计。这种方案相对于 PHL-03型来说，会让装填的效率大大提升。早期的 PHL-03型使用的是12管固定的火箭筒，每次发射完毕之后，需要在原地调整位置进行装填，因此在协同配合、人员配置、灵活程度、装填效率和装载弹种上面，都比 PCH191型远程火箭炮复杂单一的多。PCH191型远程火箭炮的这种使用模块化的发射单元是非常适合于现代化先进火箭炮理念的方案。炮座的水平方向射界为正负30度，上面可以安装2个独立的发射箱，发射箱是专门为了火箭的存储、运输和发射而设计的。在工厂的时候就已经进行装料和密封，可以安装4枚370毫米口径火箭弹或者5枚300毫米口径火箭弹，因此 PCH191型远程火箭炮可以进行安装8枚370毫米口径火箭弹或者10枚300毫米口径火箭弹。当然，这2个发射箱也是可以混装的，根据战斗的任务不同进行不同的弹药搭配。这种模块化装载的方案，相对于装载固定类型弹药的 PHL-03相比，可发射的弹药种类更多，装载灵活高效，重装弹效率比 PHL-03型需要接近20分钟的速度来说，简直是质的飞跃。PCH191型远程火箭炮的弹种选择非常的丰富，300毫米口径火箭弹、
可以选择 BRC3、BRC4两款型号、BR12高爆弹型号和 BR13制导型号。其中 BRC3可以使用配备有600多枚子弹药的极速战斗部，射程为70公里 ；BRC4则可以携带400多枚子弹药的战斗部，射程为130公里。BR12高爆弹型号和 BR13制导型号射程均为130公里。其中 BR12高爆弹型号配备用于摧毁跑道以及掩体的岩石贯穿混凝土监测爆破战斗部。BR13制导型号具备惯性制导和卫星导航制导的能力，也被称为火龙140A。370毫米口径的可以选择 BR16型号，BR16射程可以达到220公里，跟 BR13制导型号一样，都是可以使用卫星导航惯性制导技术。国内自用版本一般配备北斗导航，出口版本会配备 GPS 卫星导航系统，弹体可以实现可控的精确制导。在命中精度上面，小于50米，弹体配备有调整舵，可以在飞行的过程中当做战术导弹的作用。例如在飞行中，借助于弹上的计算机和舵机，外加卫星定位等等一系列设备的支持，在落地之前修正自己的弹道，在飞行过程中执行蛇形机动，躲避敌军的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虽然它叫做火箭炮，却可以说是一款可以实现短程弹道导弹功能的强大杀器，作战性能几乎可以超越东风11A 舰程弹道导弹。除了370毫米口径和300毫米口径的火箭之外，其实 PCH-191型远程火箭炮还可以在每个箱体上面安装一枚750毫米口径的 BR18制导火箭。BR18出口版本也被叫做火龙480，最大射程可以达到360公里。该弹体长度为7.38米，可以安装480公斤高爆预制破片弹头，在战斗的时候可以通过换箱的方式快速换装发射。所以这一套系统几乎覆盖了60到130公里、130到300公里的不同范围内目标，完美填补了 DHL-03式130公里和火箭军东风11战术弹道导弹射程500公里之间的火力空白，并且根据任务的需要，可以使用挖地、散步等等特殊弹头执行不同的打击任务，通过计时和密集的火力精确压制和消灭敌人的据点、区域目标和集中目标，可以瞄准机场的高价值战略目标、指挥中心、补给基地和防空设施，堪称是一款隔海作战的有力杀器。整个战斗系统从行进状态转入到战斗准备状态仅需要3分钟，只需要3个人便可以完成射击、再装填、再射击的任务。起射时间为38秒，发射完毕再装填时间少于10分钟。战斗班组紧急撤出发射阵地所需要的时间为1分钟，因此可以部署火力单位，短时间之内输出大量的火力覆盖目标。精确制导可以实现高价值目标的打击，堪称是一款高效灵活、精确凶狠的新一代远程火箭炮。目前，这款火箭炮已经配备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在2022年8月进行了实弹演习，并首次完成了火力穿导实弹射击，在美国神盾舰的眼皮底下精准的命中目标，在未来将会是祖国一统河山和维护边防安全的强大利器。本期武器堂到此结束，更多精彩视频欢迎关注武器堂产网期内容，我们下期见。